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过年家庭聚会，我那处处跟我攀比的绿茶表妹又开始了。工作要比，生活要比，连王者排位都要比一下。她说自己找了个钻石王老五，还嘲讽我的男朋友。瑶瑶姐，不是我说你找男朋友的眼光真差，还是个送外卖的。可是当她的富豪男友见到我们的时候，直接吓傻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我看来，过年时的家庭聚会就是大家拼命显摆自己牛逼的时候，甭管平时过得好不好，大家都会在这天把值钱的东西都挂在身上。我表妹刘畅一家更是点中点。一家人浑身上下全是大 logo 的牌子货，手上满是值钱的饰品，大奔驰钥匙就拍在桌子上，就差在脸上写上自己很有钱了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们一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畅，听说你找了个好男朋友？刘畅微微一笑，是啊，我未婚夫可是江城有名的公子哥，他给我在500强公司安排了一个工作，说过一阵子就能直接上班，月薪6位数呢。从小你们就说我成绩不好没出息，我看啊，成绩没啥用，你说是吧，瑶瑶姐？本来在疯狂干饭的我忽然被 Q， 吓得噎了一下，我擦了擦嘴角的油渍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家里这几个兄弟姊妹，只有我从小到大成绩最好。刘畅明摆着冲我来的，说罢，他又把目光移到我身边的靳言身上，盯着靳言的脸，他忽然笑了出来。门外那辆小 Polo 是你男朋友的吧？我尴尬地点了点头，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。对于这种场面，我一直都是不屑于面对的。那辆 Polo 确实是靳言的，不过是他家保姆的买菜车，而且是我要求他开这辆车来的。我爸在10年前做养殖场生意发了一笔不小的财，亲戚知道了之后，表面道贺，背地里却嫉妒的不行。还有几个亲戚来回跟我家借钱不还，后来不知怎么，养殖场里的鸡鸭鹅都被人毒死了。墙倒众人推，我家亲戚看我家出事了，立马翻脸不认人。那之后，我爸就教育我亲戚看着亲，实际上是最不希望你好的人，在他们面前不许露富，一定要低调再低调。后来，我爸拿着手里的钱，又开始在别的城市做生意，做得比之前规模还要大，现在身价也有上亿。但在亲戚面前从来都装作很穷的样子。我呢，考上国内顶尖的大学后，又读了研究生，毕业后直接接手我爸的公司。只不过在亲戚面前，我一直都说自己找不到工作，也没啥能力。靳言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发现，他家原来是我们江城的首富。他为人低调随和，听到我家的情况后很理解我，所以才同意开家里的保姆车在亲戚面前装穷。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刘畅继续追问。我挠了挠头，随口说没什么，普通打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刘畅笑得非常贱，直接露出了后槽牙。那大牙上全都是牙洞，我看得直反胃。你笑什么？我让他笑得心里发毛，皱着眉问道。我当然要笑，瑶瑶姐你也是真要面子啊！你男朋友明明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还什么普通打工的，笑死人了。靳言本来在喝水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直接喷了。我俩一脸懵逼的对视了一眼。我想起来了。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上个月我帮那个摔倒的骑手送外卖，碰到个事儿妈女的，就是你表妹。
靳言小声跟我嘀咕道。我恍然大悟，那天靳言回江城办事，当天下了好大的雨，他开着车看到一个骑手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他帮忙叫了救护车，可那个骑手坚决要把餐送完。靳言说帮他支付这些损失，他也不同意。靳言没办法，为了安抚骑手就医，他就直接答应骑手帮他送餐。送到刘畅的时候有点超时了，靳言一见到刘畅就开始道歉，生怕刘畅给人家一个差评。没想到刘畅没完没了，最后还是靳言赔了20块钱，这事才算完。瑶瑶姐，穷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穷还要面子。你脚上的鞋是前年买的吧？怎么还在穿啊？也不嫌寒酸。我的鞋买来只穿1个季度就扔了。说完他还特意晃了晃自己的脚。靳言瞥了一眼，小声道：假的，随你便，我家就是没钱，又怎么了？你给我点。我白了他一眼。我爸推了我一下，示意我别和刘畅吵。我没再说话，转头陪我的小侄女打起了游戏。刘畅突然走了过来，指着我的手机屏幕又是一顿嘲讽。我以为你多厉害呢，就只是一个钻石啊，我早就上王者了，要不是我男朋友拦着，我都去打职业赛了。我爸咳嗽了2声，让我带着侄女去那边玩。谁知我越是躲，刘畅越是穷追不舍。瑶瑶姐，你居然买这么便宜的衣服啊！看来我大伯破产之后，你家过得确实不怎么样嘛。我还是想劝劝你，既然家里穷，你就应该换一个有钱的男朋友。我当初就跟你说了，读研究生没用，名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一大把，你就是不信。现在倒好工作都找不着，啧。刘畅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听得我血压直接飙升。本来我的计划就是来哭穷装彪，然后干饭走人，没想到却被刘畅给针对了。靳言一直都很护着我，刘畅损他没啥感觉，但这明摆着是针对我，他有点坐不住了，刚要开口就被我拦了下来。靳言，你给我禁言！我小声对他说道，随后冷脸看着刘畅，你犯什么贱呢？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才1年不见，直接变态了，见我生气了。刘畅笑了笑，哟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家亲戚现在也都使劲巴结刘畅，都纷纷指责我。瑶瑶，你妹妹也是关心你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不着急吗？让你妹妹帮帮你吧。说我不够，他们又开始鄙视靳言，不是我们势利眼，这男人还是得有点正经的职业，送外卖有什么前途？就是啊，一个大小伙子那么小气，刚才让喝酒也不喝，还拿开车推脱，不会是请不起代驾吧？我刚站起来准备跟这帮贱人对战，我爸就过来搂过我的肩膀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家里有点事先走了。我爸拽着我就要走，一直没发话的我妈却叫住了我们。走什么走？你是家里的大哥，这聚会你走了能行？坐下。我爸一向听我妈的话，被这么一说，也只得默默地回到座位上。看看，还是我嫂子识大体。刘畅他妈笑眯眯的阴阳怪气道。我妈白了他一眼，哪有你们家刘畅识大体啊？追着跟自己的表姐比，怎么这酝酿了1年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家难堪是吧？还有你们这帮长辈，是不是太歪了？是不是看我家穷，看刘畅找了个好人家，所以故意欺负我们家啊？我妈的话让在场的人全都脸红了起来。刘畅倒是脸皮厚，能屈能伸，他走过来恭恭敬敬和我妈鞠了一躬。婶婶，对不起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也没想到你们会因此生气啊！你们别跟我计较，
我一听，又是一阵恶心。这个刘畅从小就像个臭绿茶，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，装可怜。真不知道这种人进了社会怎么没被人打死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，瑶瑶姐，我跟你道歉，是我不会说话，把你惹了，对不起。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呢？我冷笑一声，跪下来道歉就原谅你啊？刘畅本以为我会碍于面子接受他的道歉，没想到居然让他跪下。他咬了咬牙，脸红到了脖子根，气氛也变得十分尴尬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怎么可能让我的好妹妹跪下呢？说罢，我又把目光放在刘畅身上，随后对他妈道：刘畅刚才说已经和男朋友准备结婚了，既然要结婚了，怎么连我们家的聚会都不愿意来啊？不会是你们吹牛吧？刘畅他妈立马急了，使劲摆了摆手：什么吹牛？我准女婿太忙了，没空来而已。我妈立马来助攻我，她干笑了一声：是太忙，还是没把刘畅当回事？刘畅他妈被问得满脸通红，恶狠狠地看着刘畅：你把小陈给我叫过来。刘畅显得有些为难，他也有家宴要参加，应该没办法过来吧？我脸上依旧挂着嘲讽的笑容，没事，既然人家不愿意来，我们也不勉强。不过畅畅你也要考虑一下，这婚前都对你这么不上心，结婚以后，刘畅也生气了，他拿出手机：你少胡说，我们家老陈对我可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。说完他就跑出去打电话了，这电话打了10几分钟，他才满脸不悦地回来了，说自己的未婚夫一会就到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看起来能有200-300斤的胖子出现在包间门口，刘畅立马热情地跑上前拉住他的胳膊，却被一把甩开。我他妈都说了我有事，你非要我来干什么？刘畅的背影僵了一下，却还是笑盈盈的重新挎着自己的未婚夫。哎呀，知道你忙，这不是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亲人吗？说完，他也不等未婚夫反应，拉着他就走了进来。我家亲戚连忙称赞：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听说陈总特别厉害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家亲戚真能胡咧咧，别的就算了，居然还能违心的夸这么一头肥猪的长相。刘畅昂着头，带着未婚夫走到我和靳言面前：这就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表姐，在她旁边的是她男朋友，不过她男朋友是送外卖的，你看能不能给她安排个好工作啊？刘畅露出十分得意的笑，但她老公看到靳言的脸之后却慌了。刘畅本来还等着和肥猪老公一起羞辱我们俩，扭头一看，肥猪老公居然满头是汗，他皱了皱眉头：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肥猪老公咽了口唾沫：您是靳总吧？此话一出，原本等着看我们俩笑话的亲戚都愣住了，刘畅更是惊讶的眼球都要瞪出来了。他使劲晃了晃肥猪老公的胳膊：什么靳总啊？老公你怎么说胡话了？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上个月还给我送过餐呢。谁知道他的肥猪老公却生气了，他使劲瞪了刘畅一眼：你胡说些什么？带你去了那么多高档地方，见了那么多人，连我们江城的首富儿子都不认识吗？此话一出，包间里更是安静的，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清。我爸妈更是用诧异的眼神不停地打量我和靳言。靳言的身份我一直没和爸妈说明，本想等真打算结婚的时候再说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场合暴露了。我操，瑶瑶姐牛逼啊！我另一个还在读大学的表妹先是惊呼着打破了沉默，
随后，我家其他长辈都一脸尴尬。哎呀，这小靳总也太低调了，畅误会你了，你说你也不解释一下。就是啊，害我们也误会你。刚才我们说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又跑出来，拼命的想巴结靳言。你们这帮人真是的，我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帅气，而且一股贵气。要不是你们刚才说话太损，我都想说了，就算真是送外卖的，以后也能出人头地。我二姑十分不服的小声嘟囔：“你刚才可不是那么说的。”我大姑啧了一声，勒令他闭嘴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是我不让靳言表明自己身份的。他为人低调，不喜欢成为焦点，不像某些人浑身使不完的牛劲，怕是恨不得上去表演段小品吧。刘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，他挽着肥猪老公的手都因为太过用力攥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妹夫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自罚一杯好了，你可千万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说完，他直接仰头吞下一杯白酒，喝完之后还故作虚弱地扶着脑袋倒在肥猪老公的身上，但他的肥猪老公却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想搭理他。哪里的话，误会罢了，我今天开了车，不能喝酒，就以茶代酒了。说完，靳言干了一杯茶。哎呀，靳总真是有原则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我们都得学着点。我翻了个大白眼，这帮见风使舵的真让人恶心。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都盯着我男朋友干嘛？他可社恐，要是把他吓跑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我开玩笑道，要是刚才不知道靳言身份的时候，我开这种玩笑，他们肯定要说我没大没小。但此刻所有人都十分配合的哄堂大笑，我就说瑶瑶从小学习好有出息，没想到找的男朋友也是这个。我大姑夫竖着大拇指道，被他这么一起哄，我家亲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彩虹屁，把靳言弄得握着我的手心都冒汗了。瑶瑶姐，你真厉害啊，家境这么一般，居然找了这么厉害的男朋友，我要是你，我得自卑死。果然，刘畅又开始找事了。我使劲白了他一眼，自卑什么？姐自信放光芒。我看你今天是不是过度亢奋了？你要是真闲的没事，去帮服务生把盘子刷了去。刘畅却根本不理睬我对他的嘲讽。哎呀，瑶瑶姐，我这不是为了你考虑吗？我身边也有傍大款的女的，到最后不都是年老色衰之后被人给甩了吗？你看你们家跟靳总家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，要是哪天靳总不喜欢你了，把你给甩了，你去哪哭去？说完，他还做作地捂了捂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犯说话直的毛病了，我自罚一杯。说完，他又抬起手准备喝酒，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酒。你要是想喝酒就直说，没必要在这故意犯贱，找借口自罚自己，本来就没多少酒，都让你喝了。刘畅夹着声音笑了笑，瑶瑶姐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我要是有你那么幽默就好了，难怪能把靳总迷得神魂颠倒。他的脸红扑扑的，还用妩媚的眼神看着靳言。我使劲掐了靳言的大腿一下，靳言吃痛低下头，不敢和他对视。其实瑶瑶非常优秀，我也非常爱她，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做不出来，要不是她不同意嫁给我，我真是恨不得立刻把她带回家，生怕她跑了。靳言这话是在给我挣面子，不过他也确实跟我求婚过，只不过我觉得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还不想结婚，就没答应他。我家亲戚立马在一旁起哄，夸我找了个好男朋友。刘畅有些不甘心，靳总现在在热恋，看瑶瑶姐
哪哪都好，等这股劲儿过去了，可就不一定了。这家庭背景的悬殊还是很影响感情的。还没等我反击，包间门口又出现一个人，那人高高瘦瘦的，一直往包间里看。我大姑父先发现了他，问他干嘛的，那人却把目光放在我爸身上，他眯着眼睛，试图看得更仔细一些。哎呀，刘总，还真是你！说完，他呲着大牙，大步走到我爸面前，跟我爸握手。这人我认识，因为比我大10多岁，我一直叫他王哥。他在全国都在做租车行的业务，做的也是挺大的。这2年又在发展其他业务，刚好和我家公司的业务有关。为了拿到我家的合作，他找过我和我爸好多次。不过因为他们家的产品的确不合格，都被我们拒绝了。没想到居然在这碰见了，禁言的身份暴露了。我爸觉得露富了，已经有点坐不住了。没想到这又来一个人，要把他的身份也暴露了。他朝着王哥使了使眼色：“什么刘总，您严重了。”王哥却根本没领会意思，哈哈大笑。哎呀，刘总真是太低调了，您可是江东的首富，不叫您刘总叫您什么啊？我爸2次创业就是在江东，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实力和靳言家旗鼓相当。王哥说完又看到了一旁的我：“小刘总，你也在啊？我给您的方案你有时间可别忘了看。”这下包间里又是死一片的宁静。王哥本来还呲着大牙乐，看气氛不对，立马收起笑容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怎么大家都……他后知后觉。我爸却叹了口气，估计他此刻内心 OS： 我也不想装逼，可实力不允许啊！我操，瑶瑶姐真是牛逼的次方，牛逼 Plus。又是我那个还在读书的表妹打破了安静的气氛。建军，你真是低调的太过分了吧？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居然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害我们还担心你养殖场创业失败后受不了打击。就是，我还老跟我们家老刘说呢，要是建军有什么困难，可得帮着点。我大姑和我姑父一唱一和道。我妈听完后冷哼了一声，某些人说的好听。我记得建军养殖场刚黄的时候，大家可都是避之不及，生怕我们借钱啊。哎呀，哪里的话，咱们之间肯定有误会。我大姑激动地站起来，走到我妈旁边，根本不管我妈的嫌弃，拉着我妈的手就开始套近乎。被揭穿了身份，我倒是没太多感觉，反而觉得挺爽的，因为我也觉得我爸低调的有点过分了。要不是他一直让我们装穷，我们家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白眼。我爸一直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我看了愣在那的王哥，笑了笑：“哥，你得方案过完年我会看的。”王哥也顺势点头，说自己还有点事要走了。等王哥一走，我家亲戚轮番给我爸敬酒，他们把小人的嘴脸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我们一家身上，根本没人在意刘畅和他的肥猪老公。刘畅气的眼睛都红了，但他还是没学乖。大伯一家真是太低调了，我瑶瑶姐居然穿着这么一身破烂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不过真不知道我瑶瑶姐是真低调，还是没人给买好东西。我这一身上下加一起10几万，我开的车也要40、50万呢。我老公说了，结婚后给我换玛莎拉蒂。我笑了笑，是吗？可太牛逼了，我羡慕死了。刘畅没听出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他把我噎住了，得意洋洋地抿了一口酒。他的肥猪老公却一脸不悦，你能不能低调点？我小叔也出来当和事佬。哎呀，这瑶瑶他们一家喜欢低调，
畅畅呢也找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，真是双喜临门啊。靳言此时凑到我耳边，你表妹身上的东西基本都是假的，还有她这个未婚夫不对劲。我淡淡一笑，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一个事呢。我话音刚落，服务生就跑了过来，请问江第25789的黑色奔驰是哪位顾客的车子？刘畅举了举手，我的。怎么了？服务生扭头和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什么，之后就撤了。那人走过来，大家才看清，居然又是刚才的王哥。王哥看起来神色凝重，刘小姐，我们有话出去说吧。刘畅看王哥这么巴结我爸，他心里自己和我家是一个阶级的人，自然也是瞧不起的。他轻蔑地白了王哥一眼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是谁啊？我就跟你出去。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王哥清了清嗓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说了。刘小姐，您那辆奔驰车的租金该付了。包间里又是死一般的宁静，甚至比刚才2次还要安静。刘畅的脸抽搐了几下，随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车是我老公的，对不对，老公？刘畅的肥猪老公也站了起来，尴尬道：应该是有一些误会的，不可能，那车是我车行的，员工跟我反馈过，这车已经欠了1个礼拜的租金，看您是老顾客，我们才没催，但这也太久了，您要是不交的话，押金我们也不退了，车得还给我们，不然我们可就报警了。王哥斩钉截铁道。刘畅的肥猪老公飞也似的逃了出去，拉着王哥去外面交涉。我们家亲戚都傻了，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刘畅。刘畅紧咬着嘴唇，你们看我干嘛？我老公都说了是误会，你们该干嘛干嘛，我看看去。说完他也赶紧逃了出去。刘畅的爸妈更是挂不住老脸，也跟着出去了。我却笑了出来。其实从进门开始，我就看出来刘畅的身上都是假货了，而且别人家我不敢说，他家的情况我可是了解得很，根本没什么钱。见到他未婚夫之前，我还觉得是不是真钓到一个钻石王老五，可他未婚夫也是浑身上下假名牌，我自然就对他的车产生了怀疑。正好刚才王哥过来了，我等他走了之后给他发微信，让他查一下刘畅停在楼下的车。这一查可就精彩了，直到家庭聚会结束也没见刘畅一家人再出现过，估计是丢脸丢大了跑路了。你记不记得她老公叫什么？回家的路上靳言问我，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叫陈涛，说是陈氏集团的公子哥。靳言眉头猛地皱了一下，却也没说什么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再见到刘畅也要很久之后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刘畅一家人就厚着脸皮找上门来。我们一家在早些年发达的时候，在江城买了一套别墅，这件事家里亲戚都知道。不过因为我爸又在别的城市创业，这套别墅就只有节假日需要回老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来。刘畅他妈敲开了门，就想往里进，我妈一把将他拦住，你有什么事就在门外说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这就见外了不是？咱都是亲戚，怎么搞得这么生分？畅畅，把给你婶婶带的水果拿过来。刘畅眼含笑意地晃了晃手里的水果，就要往里进。我爸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虽然也讨厌刘畅一家人，但大过年的亲戚来拜访，不让人进门算怎么回事？他走过来拉开我妈，邀请刘畅一家人进了别墅。这一进来，我们才发现这一家人居然提溜着行李箱来的。不是，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盯着行李箱，一脸迷惑。刘畅他妈笑着握住我妈的手，
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那个房子不太好了，这些年我们一家也是凑合住。不过过2天，畅畅的男朋友要带父母来谈2人结婚的具体事宜，那房子肯定不行的呀，所以我们一家就想着搬来你们家住。刘畅他们住的地方确实拿不出手，是我们城乡结合部的小平房，而且那个小平房是我爷给我爸的。当时他手里有3套房子，2套地段还不错，1套是那个平房。因为偏心，他把最破的房子给了我爸。刘畅他爸拿到的是地段最好的那套，可他沾上了不良嗜好，还债的时候把房子给卖了，走投无路下厚着脸皮搬进我爸那套平房里借住，一住就是10几年。我妈一听这话直接炸了，你们一家搬过来，那我们一家去哪？哎呀，你们一家又不常在这住，咱今年的家庭聚会都结束了，在江城你们也没啥亲戚要见了，你们一家就回江东去吗？你们家那么有钱，肯定不差这套房子。刘畅他妈居然能舔着脸说出这些话，实在是我们一家都没想到的。我妈态度十分坚决，告诉刘畅一家想都别想，这房子就算我家不住，也不给他们一家住。刘畅妈本来还笑眯眯的，听我妈的话之后直接翻脸了，她撒泼似的坐在沙发上哀嚎：哎呦，没天理了，这老爷子一走，大哥都不管弟弟一家了，要是老爷子泉下有知，还不气得活过来了。我爷爷前年去世了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最疼我叔叔，也就是刘畅他爸。作为大哥的我爸，从小就被他教育要照顾着弟弟。我爸也是因此才处处都想着刘畅他们一家。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总逼着我爸对刘畅他爸好，我爸这个有名的大孝子也只能忍着憋屈对刘畅一家人好。现在刘畅他妈又拿老爷子出来给自己撑腰，本来不提老爷子还好，一提我妈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直都觉得我爷爷过于偏心，对我爸不好，早就对此不满了。你少在这道德绑架，我们家建军对你们家还不够意思吗？你们家的房子是建军给的，你老公的工作是他帮忙安排的，你女儿当年那个成绩差点没考上高中，也是建军帮的忙，这种事还少吗？老爷子活的时候偏心眼坑我们家建军就算了，死了可别想作妖。我妈气得浑身都发抖，我爸可能也是被恶心到了，这次没顾着面子和亲情拦着我妈，而是站在一旁叹气。刘畅他爸一听也急了，走过来指着我妈：得了吧，刘建军他照顾我什么了？房子是他住过的，也没过户给我，我那工作1个月也就5000块钱，他用心给我安排了吗？还有我家畅畅上学的事，明明是他自己想耍威风装逼才帮忙的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刘建军要真是对我好，当初为什么不给我养殖场的股份，还有这个别墅？你们又不常住，凭什么不给我住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这别墅我住定了，那边的房子我不想住了，你们给卖掉，把钱给我拿来给畅畅结婚用。刘畅他爸掐着腰跟我妈辩论道，说话嚣张也就罢了，他还动手推我妈。我一看急了，拿起旁边的棒球棍就冲了过去。见我手拿凶器，刘畅一家怂了。刘建德，你们一家太过分了，从我家出去。一向隐忍的老爸也终于爆发了，伸出大手就把他们一家往外推。在我们一家的驱赶下，刘畅一家很快就被逼了出去。拿着你们的破箱子给我滚！我直接把他们的行李箱砸了出去。虽然已经被赶出来，但刘畅一家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他们在门口对我家破口大骂，扬言让我们等着。过了好半天，他们才走。没多会，家庭群里炸锅了。刘畅一家颠倒黑白说我们家欺负他们一家，家里的亲戚都跑出来道德绑架，大概就是说我爸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就不能帮帮自己的弟弟？我直接在群里发，你们也都不差钱，怎么不给他们家拿点？还有那套平房，我爸过户给我了，你们家要是在无理取闹，我就把那房子卖了。果然在我说完之后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其实都怪我，总觉得自己是老大，所以对这些人太纵容了。瑶瑶，今天我也是彻底看透了，咱装穷的时候他们欺负我们，知道我们有钱了又巴结又道德绑架的，哪有这样的亲人？以后咱不跟他们过多来往了。看我爸终于醒悟了，我和我妈长舒一口气。3个月后，刘畅婚礼的请柬下来了。这3个月我也没闲着，打算给刘畅一份大惊喜。婚礼当天是在江城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的。刘畅挽着自己肥胖如猪的老公，笑得很灿烂。敬酒的时候，家里的亲戚都十分殷勤的巴结，不停地夸刘畅和她老公，希望他们俩能给自己家孩子安排工作。刘畅仰着脖子，一脸骄傲，带着肥猪老公走到我面前时，刘畅面目一下变得阴冷。哟，我还以为瑶瑶姐不会来呢，我这婚礼可是以最高规格办的。虽然我老公不及靳总家里有钱，但对我可是没得说，他给了我88万彩礼呢，不知道靳总愿不愿意给你拿这么多。我笑了笑，举起酒杯，我的好妹妹，租车的事处理完了。刘畅脸色一变，咬着牙，那件事就是个误会。说完他立马转移话题，问我靳言怎么没来。我最亲的表妹结婚，我们自然要有准备，他在给你们准备礼物呢。刘畅嘴撇了撇，准备什么啊？靳总可太见外了。他的肥猪老公却一直催促他不要跟我多说，还有别的桌要敬酒呢。就在他们刚要去下一桌的时候，宴会厅的门打开了，靳言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。看着那张帅脸，我差点就流口水了。他一进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有几桌人更是直接站了起来，但靳言都没搭理，而是径直走到我身旁。他看了刘畅老公一眼，为什么冒充我哥们陈涛？听到这话，刘畅的猪头老公差点腿软坐地上去，他的额头全都是汗，手也紧紧攥着拳头在颤抖。靳总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公你怎么了？刘畅抓着她老公的胳膊追问道。谁知她老公却恼羞成怒的一把甩开她。靳总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冒充你哥们。刘畅听到后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就是我们给刘畅准备的礼物。家宴那天，靳言就知道刘畅老公的身份有问题，特别是听见陈涛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就立马找人调查。原来这个肥猪是靳家保姆的儿子，那保姆跟靳家几十年了，人倒是还不错，就是他这个儿子不大靠谱，这些年拿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到处装逼，自称自己是陈涛。他其实也不认识陈涛，就是有一次他看到陈涛来靳言家找他，他看陈涛本人也挺胖的，就起了歪心思，想要以这个身份出去骗女的。和刘畅领证的时候，看着他身份证上名字一栏写着王东来的时候，刘畅质疑过，但他却谎称自己是陈家的继子，王东来是他的本名。爱慕虚荣，想要嫁入豪门的刘畅就这么相信了。刚才那一幕，我家亲戚还不敢相信，毕竟转变的实在太快了。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，
刚才看到禁言进来后，站起来的几个人陆续走了过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酒杯，恭恭敬敬地和禁言打招呼：“靳总，没想到您也来了。”这些人是刘畅他爸单位的领导，是他爸厚着脸皮请来的。因为和靳家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他们自然也认识靳言。靳言微微笑着跟他们客套了几句，随后道：“本来我是不想过来的，但是听说某些人冒充我哥们陈涛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来看看。”这下这些领导的脸色也变了。陈涛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气，他们都认识。他们收到的请柬上写的是王东来的名字。来到婚礼现场后，也只以为是一个比较有钱的新郎，没想到居然是个有胆子冒充陈涛的人。老刘，你们一家是不是被骗了？其中一个领导问道。刘畅他爸低着头吞吞吐吐，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屁。他妈反应倒是挺快的，嘴里一直说着是误会，想要把这件事给赶紧平息过去。打发走了几个领导，刘畅他妈突然开始跟我和靳言道歉，说他们也是被骗了，不知道这个死肥猪冒充靳言，希望靳言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知道他打什么主意，现在婚礼这么多人，要是闹大了，大家都知道他家女婿是个骗子，那他家就不用活了。你要是刚才没那么嚣张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但是现在晚了。我冷冷道。话音刚落，宴会厅的大门猛地被人推开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冲了进来。王东来，你给我出来！他大吼了一声，吸引了所有宾客的目光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冲到富豪新郎的面前就是一耳光。你这个混小子，结婚居然不告诉我，要不是少爷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胡说八道，冒充我们少爷的朋友，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。说完，他狠狠地用拳头砸了王东来几下，因为嗓门实在太大了，整个宴会厅的人都听见发生了啥，大家都窃窃私语看着热闹。我皱了皱眉头，阿姨，他结婚都没告诉你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拿了88万当彩礼给刘畅他们一家？我的话一出，阿姨的脸都变得惨白，她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好袋儿，不敢置信地问：多少？88万。沉默了2秒后，他突然拿起旁边的酒瓶子：你这个败家的玩意，前阵子骗我要做生意，拿走家里仅有的20万，我还真以为你出息了。你说剩下的钱哪来的？因为怕闹出人命，我家亲戚赶紧上前拦着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太丢脸了。王东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拿家里的房子抵押借了70多万出来，但是畅畅她怀孕了，我不得不娶她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大孙子吗？我本来打算着证都领了，婚礼也办好了，到时候跟她坦白，让她跟我一起还债。这下换刘畅一家脸色惨白了。本来刘畅的肥猪老公计划得好好的，他还特意花钱雇了2个演员演自己的爸妈。今天他那边来的亲戚也都是他花钱雇的群演，因为他家条件差，讨个媳妇不容易，他不认识真货，就看刘畅一身都是名牌，还以为他家里挺有钱的，于是想了这么办法骗婚。等结婚了，那88彩礼他也会想办法要过来，之后再加上刘畅的嫁妆钱，怎么说他都是赚的。哦，原来是未婚先孕啊，真不知道检点。我听说老刘他家就是工薪阶层，为了嫁入豪门，他闺女也是拼了，可惜被骗了吧？旁边的宾客窃窃私语，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刘畅。王东来他妈一个箭步站在刘畅面前：胡妹子，
把我儿子的钱还给我们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不稀罕。刘畅往后退了2步，但王东来他妈根本不给机会，伸手就抓住了刘畅的头发。见自己女儿吃亏，刘畅的爸妈也急了，冲上前和王东来他妈扭打在一起。因为常年做体力活，王东来他妈力气特别大，俩人硬是没占上风。我婶头发被抓掉一大块，我叔叔脸也被抓花了。我家亲戚在旁边假惺惺地喊着别打了，但谁也没上去拦着。大家都不想摊上这个烂事，心里只有对刘畅一家深深的鄙视。直到警察来了，把他们都带走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散场的时候，我家亲戚又开始充当正义使者。我就说刘畅那丫头没出息，连结婚都找不到正经人，可比不上我们瑶瑶。就是之前他们家还逼我们在群里发那些话，想借住你家房子。建军，你可别跟我们计较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傻子都知道，他们之前以为王东来真是有钱人，哪头都不想得罪，才帮着他们家说话。现在又开始墙倒众人推了。我爸听了这话之后只是笑了笑，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亲人彻底失望了。你们啊，让人恶心。说完，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上了劳斯莱斯后扬长而去。我姑他们反应过来，赶紧追着车跑。哎呀，建军，咱们之间有误会，咱怎么说也是亲姊妹。我的几个姑奋力地吼着，试图挽回我爸，但已经晚了。我爸这次不可能心软了。当晚，刘畅一家人又找上门来，不过我们不在江城的别墅里，而是直接回了江东。刘畅他爸来了电话，我爸不想接，是我接的。拿起电话，他爸就是一阵怒吼，有一个人自称是新房主，让我们3天之内搬出去，说已经租了这个房子，要在这养猪。好你个刘建军，你对得起咱爸吗？你的好女儿让我们一家出尽洋相，现在又想让我们无家可归是吗？我笑了笑，轻轻道，人家让你3天搬走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们住的地方养猪不是正合适吗？你们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。对了，你们还是想想刘畅大着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吧。拜拜。我果断挂了电话，把他们一家的电话全部拉黑。半个月后，他们一家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爸公司的，居然一家人跪在我爸公司门口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这么有钱，就帮帮我们吧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我亲哥哥这么有钱，居然对我见死不救。刘建德带着一家人在公司门口闹了整整1个礼拜，我爸一直躲着不出面，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没趣儿，自己滚蛋，可看这个架势，他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。我没问我爸意见，直接联系了几个朋友，跟着我一起到公司楼下和他们一家对峙。见我下来，刘畅他妈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往我身上扑。哎呦，瑶瑶，你终于肯见我们了，我们一家真是要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不是你让我把房子卖了吗？不是你说自己找了个金龟婿，看不起我们家吗？不是你们家一次次跟我们家借钱不还吗？是你们断了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怎么反过来还怪上我们家了？我的话让刘畅一家人脸色都很不好看，刘畅他妈更是恼羞成怒。他刘建军那么有钱，帮帮我们这种穷亲戚怎么了？他又不缺一套房子，还有借钱的事，总共也就借了几十万。你家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真没想到你们一家居然这么不讲理。听到刘畅他妈的话，我直接气笑了。这种胡搅蛮缠的人最喜欢说别人不讲理了，因为他们永远都在装受害者，永远都是他弱他有理。我扭过头看了朋友一眼，刚才说的话
都直播出去了吧？我朋友点了点头，他在某音上有1000万粉丝。刘畅一家想利用舆论逼我们家妥协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一家在全国都火一把。果然，直播间评论炸了，大家都很厌恶刘畅他们一家的不要脸行为，所有人都在骂他们一家，还有几个人说认识刘畅，开始扒刘畅的黑历史。你，刘畅他妈气得都磕巴了。我笑了笑，你什么你？赶紧给我滚！你们要是再来骚扰，我就把刘畅婚礼的视频放出去，让你们一家再火一把。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刘畅一家人脸色惨白的，吓得再也没敢来过。后来我听说刘畅他妈不想还彩礼钱，奈何王东来他妈集结了一顿亲戚到刘畅他爸单位闹，刘畅一家不得不归还了彩礼钱，还在王东来妈妈的逼迫下离了婚。刘畅他爸也因此丢了工作。他们本来想跟我姑他们那蹭住，但见他们落魄，我家亲戚没人愿意帮他们。刘畅的孩子月份已经大了，没法打掉，只能生下来。结果呢，生出来是个先天智障，王东来也不认这个孩子了。而我们一家和这些没良心的亲戚断了往来，过起了自在快活的生活。至于禁言，还在努力跟我求婚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